目前在网上一直被讨论很火的一个话题，现在新生人口的削弱和房价的居高不下，到底保楼市还是保孩子？今天答案来了，国家要动真格的了，已经开始向住房出手了。在进入到2024年之后，楼市还在延续去年的调整走势。根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，1月份百城二手住宅的平均价格为15230元每平方米，已经是连续21个月出现环比下跌。尽管现在多数城市房价都在下跌，但是房价依然是居高不下。普通家庭要想买套100平米的商品房，至少要花费160万元。与此同时，国内新生儿出生数量仍在持续下降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末全年新生人口数量902万，人口出生率为6.39%，死亡人口1110万人。而截止去年底，全国人口为14.09亿人，比上年减少208万人。这已经是从2022年之后第2年人口出现负增长。事实上，高房价对人口出生数量影响还是很明显的。由于高房价的原因，很多年轻人都买不起房，结不了婚，生孩子就无从谈起。就算一些人贷款买了房，结了婚，每个月的收入也要偿还银行贷款。很多家庭要么只生一个孩子，要么一胎都不愿意生。面对当前国内房地产趋势以及新生儿出生数量下跌，究竟应该保楼市还是保孩子？如果继续保楼市，不让高房价下跌，那么国内生育率还会进一步下行。但是如果要保孩子，那么就要让房价下跌，逐步回归到居住属性。而从去年开始，多数地区都放开了限购，甚至连1线城市也放松了非核心区域的限购。同时，银行房贷利率以及首付比例也都下调至历史最低。不过，同样国家也在出手保孩子。就在2023年8月份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。该文件提出，将加快保障房建设短板，提高保障房在住房总供给中的比重。该文件被很多业内人士认为，这是新一轮房改的启动，国家动真格了。而新一轮的房改开始，就是计划在未来5年之内建造600万套保障房，以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购房需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保障房的价格要远低于附近商品房价格，未来低收入群体的购房成本将会大幅降低。未来商品房价格由市场买卖双方说了算，政府将不再干预，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保障房。这样一来，那些买不起房的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有福了，他们完全可以申请购买价格便宜的保障房。相信在大量保障房的入市情况之下，可以使大量年轻人结得起婚，买得起房，最终国内新生儿数量也会出现反转。现在究竟是保楼市还是保孩子？实际上，各地方和银行都在因城施策的保楼市，这样可以确保短期内房价稳定，避免楼市大起大落，努力使高房价实现软着陆。但是同样，我国已经启动了新一轮房改，就是逐步让商品房完全市场化，而政府则对低收入家庭推出保障房。未来商品房市场和保障房将同时存在，届时富裕家庭可以购买商品房，而中低收入群体可以购买保障房。而在新一轮房改的支持之下，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成本会明显下降，年轻人就能结得起婚，生得起孩子，国内新生儿的出生率将会逐步回升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